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在睡前躺在床上冥想的好处。因为前一支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说，有些人可能静坐冥想的时候很容易睡着，怎么办？对不对？那我不是有鼓吹大家说，初期来讲，我们就躺在床上练习啊。那当然，我自己本身现在也是几乎每天在睡前都会来一个冥想，小小的冥想，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到底睡前如果来个冥想有什么好处呢？当然，第一个，你因为睡前冥想，我们冥想不是要找放松吗？所以你在睡觉前，你的肉身容易全部的放松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是没有放松的，脑袋也没有放松，肉身也没有放松，就是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放松，那也因为不知道怎么放松，所以他的睡眠品质就不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的肉身可以得到一个放松的状态，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因为放松之后得到的睡眠品质好，也就是说因为放松了睡眠品质好，所以睡眠品质好又会得到什么效果？就是你可能睡眠品质 OK 了之后，时间就不用那么长，又或者说一样的时间，你可能可以获得最好的休息状态，然后充饱电，第二天认真的上班打拼，就是努力的过日子。所以这是第二个，我觉得放松，然后睡眠品质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你可以了解意识形态跟肉身是可以分开的。很多人会认为，当然包含我早期的我也是这样认为，就是意识形态跟肉身怎么可以分开呢？意识形态就是我醒的时候就有意识啊，我睡觉的时候当然就没意识啊。就是一般人的框架就是这样认为嘛。但我觉得，如果你愿意躺在床上点滴点滴这样子去做冥想，你会发现，诶，不一样诶，怎样不一样？就是你会觉得你进入到一个冥想阶段时，你感觉你才冥想没多久，你的肉身就天亮了。这样你们听懂我意思吗？我的早期影片也可能分享过，我在睡觉的时候，可能进入到一个状态时，觉得好像没睡着，可是怎么一下天就亮了？这就是你的意识形态已经跟你的肉身是脱离关系的，脱离关系，所以你的意识形态是你认为你在冥想，然后呢，但是你的肉身是随着物质世界的时间滴答滴答滴答的前进，然后意识形态认为在冥想，但肉身一直在前进，一直在前进，随着物质界的时间在前进，然后呢，你根本还搞不清楚状况，闹钟就响了，然后你就觉得，我不是还在冥想吗？怎么就天亮了？或者是说，我已经进入到意识形态的状态了，怎么一下就天亮了？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印证你的意识形态跟肉身是可以分开的，这是印证啊，这算好处吗？好吧，了解的好处可以吧？再来呢，也有可能是什么？这是一种状态，就是你在冥想怎么不知不觉就天亮了？那当然，我也有分享过，也有可能什么，就是你会觉得你飘在你的肉身上面，就你的意识形态已经飘在肉身上面，然后你的肉身在睡觉，然后可是你知道你飘在你的肉身上面，但是也一样的，你觉得你没有在睡觉，但你的肉身也是随着物质界的时间滴答滴答滴答，然后你就醒了。当然，你醒来之后就会回到自己身上，就醒了。那种感觉要你自己点滴有去经验，才能够了解到我可能说的大概是什么。但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只是分享。当然，就前面就是了解意识跟肉身是两回事。然后呢，原来意识形态有可能会漂浮在你的肉身上方，甚至可能会神游之类。那当然要练习好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经历神游，就是意识形态。你要讲灵魂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意识形态更宽。那我讲意识形态好，也就是说，当你练到这个时候，
神游也是可以去的。那不管是神游，或是在肉身上方，或是只是在进入冥想阶段，都代表着意识形态跟肉身是分开之外，还有意识形态跟物质界的时间是两回事。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没有时间观念的，那肉身这个物质界才有时间前进，滴答滴答的前进，就是你会更可以印证这件事情。不要说躺在床上冥想印证什么时间不时间，我们讲我们坐着，有时候我们在坐着冥想静坐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我闭个眼睛，明明可能已经闭个，感觉已经很久了，10分钟、15分钟了，可是张开眼睛看，怎么才2、3分钟？就是你的意识形态跟你的肉身是两回事，所以时间在这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又或者刚刚是觉得时间怎么过才2、3分钟，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可能我才静坐个10分钟啊，然后可是张开眼睛已经半个小时、40分钟，有没有？也有啊，就是反正就是时间在这个状态是不是物质界的时间了，所以时间在意识形态是没有那样的状态，就是你必须也从这些经验值去印证说，时间在能量场或者次空间，就是没有一个标准，不像我们物质界永远就是滴答滴答，就是一直前进，一直前进。在意识形态在次空间能量场的状态下是没有时间概念的。这是第几个？我已经忘了。好，继续。好，这是前面放松品质好，然后意识形态跟肉身放松，然后脱离，然后没有时间概念，神游，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你已经了解了，既然已经可以跟肉身剥离，那是不是就可以更印证？我们已经可以跟次空间啊，或是更宽更广的意识形态做连结。那如果你每一次这样做连结的更熟悉了，就像我们拿筷子一样，学习拿筷子，刚开始可能拿不好，后面就很熟悉了，意思是一样的。那我们在做连结也是一样，一次连结、2次连结，跟你2年、3年、4年，还有像我5年、10年、10几年的这样做连接，当然连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那你有可能在后半段，就是你越来越熟悉的状态，就是我的意识形态跟肉身是两回事，你很清楚的状态，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你的高灵、你敬仰的神，或是你的守护天使，或是你的守护神，会在这个时候来教导你。就在意识形态的时候，不管你觉得你是要讲做梦也好，你要用什么名词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进入意识形态的时候，这些高灵啊，或是你敬仰的上帝呀，任何一尊神佛啊，要来教你什么，都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教导你。但是这样的教导一样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的概念。比如说，我是晚睡晚起，那9点醒来对我来讲好早哦，我不想那么早起来，我想要再睡到11点。然后呢，我可能9点醒来看一下时间，我就再继续躺下去了。好，躺下去很快，只要进入冥想阶段，又很快就睡着。那进入冥想阶段就是打开意识形态跟意识形态做连接。那所谓的意识形态跟意识形态做连接，就是你进入次空间，或是你要进入能量场的连接。好，那因为你的心如果是很正向的，然后很慈悲的，那当然吸引来都是好的。那如果你心里面有尊敬一尊谁，哪个神佛啊、上帝也好啊、天使也好，他这个时候如果要教导你一些次空间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你可能看不懂、悟不通的事情，他会在这个时候教你。比如说他可能教我觉得已经花了大半天了，可是醒来只有10分钟，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反正时间在那个状态是，不是像我们物质界时间那样一直前进，它有可能是停住的。你说到后面可以在那个时候学一些东西，那是不是更好的好处？我自己觉得最大好处应该是这个吧，就是高我啊，或者是高灵啊，或者是你的守护神啊、守护天使啊，
在这个时候来教导你一些事情，这是所有好处里面我觉得最好的，最好的。好了，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这样经历，但是大家保持平常心。总之，第一个放松，肉身放松是肯定有的，睡眠品质好也是慢慢都会有的。只要拥有这两个好处，我觉得也是好事啦。所以我们不要贪心，希望今天大家有收获哟。I love you，拜拜。